三师兄，你还没跟我说王东在哪儿呢？明晚海神湖将举行海神园活动，你在那里就能找到他。你绝对想不到他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。难道那个戴斗笠的是王东？但是王东怎么在女生里面呢？我有几条规矩你要记住，不许在宿舍中光着身子。谁让你说我闯的？你干什么？怎么不敲门？大家都是男人。等你回史莱克学院，说不定就能见到我姐姐了。什么姐姐？原来是你一直在女扮男装。宇浩，该你了。宇浩，我是七宝琉璃宗下一任宗主，选我，七宝琉璃宗就永远是你的后盾。还是选我吧，顶天多无趣啊！两位的青睐是宇浩的荣幸，只是我心中早已有了一道不可磨灭的深渊，抱歉了。我选那位戴斗笠的女生。为什么？他甚至都没有露出过真手。等一下！我要抢亲。抢亲？那是吗？抢亲环节的规则是这样的：如果一名男生选中一名女生，又出现其他的竞争者也想表白这名女生，两名男生将进行比试，负者出局，胜者则有一次重新向那名女生表白的机会。霍宇浩带滑冰1对1。抢亲开始。白虎金刚变，白虎魔神变。白虎一缩波。漂亮，抢亲失败。宇浩，大胆的表白吧。我真的好笨呐！几年的朝夕相处，竟然都没有让我察觉到你是女生。明明我们之间有那么多的瞬间，我真是无可救药的笨蛋呢。哪怕我聪明一点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都应该早就发现了。也是个执着认真的笨蛋，一旦认定，就绝不会再改变我对你的真心。我将会用生命来守护你，生生世世。王东，你愿不愿意给我一个机会？我愿意。
新星出生。斗罗大陆将会迎来全新的变局。哥，小七睡着了。哥，刚才我看你神色凝重，又是因为斗罗大陆的事吗？神界一天，凡间一年。当初，我本想在斗罗大陆多停留一些时日，却因善良与邪恶两位神王的赌约而不得不回归神界主持大局。却不想神界之中20多年过去，斗罗大陆万年之后，唐门却已凋零。善良和邪恶那两个家伙实在太狡猾了，以赌约为名，自己下界去玩了。4000多年前那次地壳变动引来的大陆碰撞，不但令斗罗大陆面积增大了1倍，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变数。我回归神界之后，便不能干涉人间，只能作为旁观者，见证斗罗大陆万年的斗转星移。4000年前，来自西方的日月大陆随着板块漂移撞向斗罗大陆，日月大陆上的日月帝国与原斗罗大陆各国瞬间进入战争。装备了唐门暗器的斗罗联军却被日月帝国打得溃不成军。万年前，斗罗大陆只有2大帝国，天斗帝国和星罗帝国，而万年后的今天，整个世界分化成4个帝国，纷争不断。唐门也是从那时开始衰败的，在经历4000年风霜，唐门由盛而衰，毅然凋零。我虽然身为神王，却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唐门的衰败。哥，你也别想太多了。其实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唐门的凋零也是因为时代与位面的进步。唐门毕竟是我一手缔造，实在舍不得他就此消亡。最近，斗罗大陆似乎有一颗新星应运而生，更与我唐门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新星，我试图看清他的命运，却迷雾重重。总听爸爸妈妈说起斗罗大陆，似乎很好玩啊。这一大早的就让我俩巡逻，少说2句吧，早点巡完，早点休息。你是谁？胆敢擅闯公爵府？你是小公子，但我不姓戴，从今天起。我姓霍，你来是要进府吗？我是离开，永远离开这个肮脏的吃人的房子。你疯了吗？知道这里的主人是谁？知道他的地位有多高贵？我很清楚，他是一个混蛋！小公子他哪里去了？你还叫小公子？被公爵夫人听到，拔掉脑袋。他身上那把白虎匕首，可是公爵大人的信物啊！莫非他就是那个孩子？对啊，他不是说他不姓戴，姓霍？算了，这事儿千万别跟其他人提起。公爵大人也快回来了，我们小心点。
洛云儿不准再入公爵府内，你不配。从今天起，搬到后院的柴房，那儿才是你该待的地方。还有你那个孽种，也给我滚去柴房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不要哭，小宇浩。这把匕首叫做白虎匕，你是他的儿子，带着这把匕首活下去。妈妈，我的魂力已经10级，可以去获取魂环了。我会好好活着，我会成为一名魂师，一名优秀的魂师。10年、20年、50年，我会用1辈子的时间来为您证明。今天大家的收获不错，不知道王东怎么样了？王东，你今天这是……我自己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只是听大家说起魂导器的时候，心里就莫名的烦躁。在我脑海中，似乎还有另一个意识在排斥魂导器。另一个意识？难道王东的精神之海里也有别的存在？王东，你信得过我吗？我是精神系魂师，如果你脑中真的有另一个意识，我可以进入你的精神之海一探究竟。我相信你。好，那你闭上眼睛。不要抵抗我的精神力进入你体内。那是什么？宇浩，快跑！不好，宇浩有危险！小胖！王东，你是小东。等一下，大哥，小东有危险。封印只被触发了一瞬间，小东没事。我还是放心不下，我去一趟史莱克吧。二弟，你这是关心则乱。小东没事，而且他现在也不在史莱克。
你要知道，他也在时刻看着呢。是啊，不过枫叶被触发也是一件大事，我们得多派几个宗门弟子暗中保护小东。不错，不只是小东，替他守护这个屹立万年的古老宗门，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。二环大魂师，2级魂导师，纸面实力差距非常大。不过本届大赛，史莱克不止一次上演奇迹了。这个孩子让我有些奇怪的熟悉感。史莱克学院对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223之战第2战，比赛开始。主攻手是王东。此前比赛，除了击败正天学院的那一锤，从来都是霍雨浩扮演战斗核心的角色。此前比赛，为了隐藏雨浩他们3人的修为，王东极少出手，日月战队对他的认知几乎为0。有2把刷子，仗还不够，给我下来！精神干扰。不要被他碰到！已经晚了，冰蝉之毒！恐吓青龙！糟了，雨浩！去除入体，他完蛋了！铁神斩！冰皇护体！怎么回事？你早就该毒发了。朱晴冰蝉拥有冰火双属性，但无论冰还是火，都会被极致之冰所克制。朱晴冰蝉之所以不敢进极北之地，就是因为那里有他的天敌冰碧溪。区区朱晴冰蝉也敢在冰碧溪前妄称剧毒！我承认我小看了你们，但这届大赛，荣耀必将属于日月。是武魂融合技。红尘眷恋。这是他们成功了，第3个武魂融合技。虚无中的真言，心灵风暴。竟是武魂融合技的对决。史莱克的武魂融合技攻击力更强，范围更广，但融合的双方分别只有2环和3环，魂力很快会耗尽。而日月的2个却都是5环魂王，这样下去不行，对方魂力远高于我们，必须使用第4个武魂融合技。第4个武魂融合技在练习时一直没有成功，但现在我们必须放手一搏。武魂融合技成功的关键在于彼此的信任。王东，你愿意相信我吗？我愿意。
双中的毒火，我是一场。第4个武魂融合技，这2个样子，好样的！走过山水，这梦一场。那迎风呐喊的海浪，要多久就在海面上。冒险的人是否会遇上？终极飞在你视线收藏。那深埋心底的愿望，好美啊！要多久就在海面上？沿途地上泥泞的壮丽星光。怎么可能？武魂融合技的使用是有冷却时间的。霍雨浩跟王东分别只有2环和3环，按道理使出武魂融合技之后，至少3天无法再使用。原来也会觉得美，才能淹没了脆弱。你是个勇敢一生与梦相拥，爱上我就浮生踟蹰，芳华不过刹那而已。生人败落，一朝一夕。玩值一时风韵，患得患失。这一路光景有你在身旁。送千万人赴红尘，或忧作，或喜乐，皆梦幻泡影，清明无际。我见真我。你疯了！史莱克，果然是怪物学院。这2个孩子，难道真的是怪物？霍雨浩和王东之前的比赛就用出过黄金之路和天地之铁2个武魂融合技，加上这2个，2人共有4个武魂融合技。怪物，这绝对是怪物。2-2-3之战结束，决赛总比分：史莱克学院2比1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，全大陆高级魂师斗魂大赛冠军史莱克学院。雨浩，我们赢了！史莱克学院，史莱克进了！太好了！你们是我的骄傲。霍雨浩，本体武魂灵武。你是我们本体宗的人。下面将进行本次大赛的颁奖仪式，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本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的冠军史莱克学院。年轻人们，你们用实力赢得了荣誉与掌声，当然还有应得的奖励4块魂骨。宇浩、王东，你们去吧。一路走来，你们为团队做的贡献最大，这是大家共同的意愿。这块冰辟蝎左臂骨属于你了。流离失所的子民啊，回到我的身边吧。
幸运，能进入史莱克这个大家庭，找到自己努力的方向。停留步！审判之剑中的黑暗之力导致小桃武魂变异，他现在随时可能丧命，即便侥幸存活，也很可能堕落为邪魂师。既然是你们的魂导器，你们应该有办法解决吧？很抱歉，我们无能为力。既然你们不愿意帮忙想办法，那就把审判之剑交给我们，我们或许能从中找到办法。不行，那是我们日月帝国出品的8级魂导器，价值无法估量。邪魂师可是全大陆公敌，比赛而已。日月战队把马小桃害成这样，未免过分了。一条年轻鲜活的生命，一个前途无量的魂师，在你们眼中难道没有价值？审判之剑另有其主，我无权决定他的去留，只能暂借。吕浩，我不会白拿他的东西。告诉这把剑的主人，孟红尘武魂中的荼毒会慢慢侵蚀他的身体。如果他信得过我，就来史莱克学院找我。小桃急需学院，不好，以后有危险！王东，你好强大，好神圣的气息。这股力量是在保护王东吗？一老，王东的精神之海隐藏的究竟是什么？会不会对他有所损伤？那是封印的力量，用来守护王东的精神之海不被侵蚀。封印？于浩，你不要尝试窥视王东的精神之海，这股力量源自于一缕神识，足以让你形神俱灭。好险！神识是什么？所谓神识，就是神明的一丝意识。神？王东的身世很不简单，他精神之海中的那缕神识，其原主的强大难以想象，即使是我生前最强的时候，也无法与之匹敌。王东到底什么身份？宇浩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只是窥视你的精神之海对我的消耗有点大，我也没发现什么异常。早知道会让你这么累，就不要你做这事了。别在意这些，我们可是队友。赶紧修炼浩东之力，明天循环赛第2轮就要开打了。我们到了，宇浩，这里就是我家。昊天宗，王东，你果然是昊天宗弟子。皎皎战魂锤，巍巍昊天宗。这就是被称为天下第一的宗门。这强子比例遒劲，隐隐透着一股巍峨庄严的神韵。
这是一代神奇留下来的字迹。玉浩，你能领悟其中神韵，对你的修炼很有帮助。小东，带你朋友进来吧。参见少主。少主，你回来了，有请。你是少主？好可怕！这2个人类的气息不亚于10大凶兽。他们的实力，即使放在凶兽中也位居前列，比全盛时期的我还强。奇怪，这2人身上怎会有与我相似的事实？不来了，不来了，还是大哥你厉害。你的力量又有不少提升，但技术生疏了，还得多加修炼。二爹，你又在自讨苦吃了。小东，回来了。大爹，二爹。好像长高了不少。他就是霍雨浩，他们是我的大爹、二爹。切磋较量是他们的日常修炼。2位伯父好。老夫姓泰，你叫我泰伯就行。老夫叫牛天。泰伯，牛伯。小友，我家小东是第1次带朋友回来，我们昊天宗当然也不会怠慢。大宗主、二宗主，客房准备好了。好，你带这位霍小友去吧。走，我跟你一起。大哥，你觉得这小子怎么样？很不一般，他的修为虽然只有40几级，却有着一枚10万，不，是数十万年魂环。这意味着有凶兽心甘情愿献祭给了他。献祭，就跟当初。我们昊天堡1层是驻宗门弟子，2层则是款待客人和宗门长老居住的地方，3层是我大爹、二爹，还有我，还有我姐姐，我们住3层。王东，你没告诉过我，牛伯和泰伯是昊天宗的2位宗主啊？我给忘了。大爹、二爹是我父母的兄长，你不用这么紧张的。那你亲生父母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大爹、二爹告诉过我，爸爸妈妈只是出远门了。好有气势的雕像。他们是我们昊天宗的先祖，中间这位是先祖唐晨，左右2位是响彻一时的昊天双星、昊天斗罗和啸天斗罗。昊天宗，不愧为名震大陆的第1宗门。你的房间就在这里了，洗漱用品我会叫人送过来的。我先回去休息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，吃饭叫你。这床怎么这么冷？这是玉髓，万载寒冰玉髓啊！那是什么？那可是天才地宝，肯定是王东特意给你安排的。
要知道，当初哥就是在极北之地发现了寒冰玉髓矿，才能获得现在的修为的。寒冰玉髓对修炼极致之兵大有裨益。宇浩，你赶紧上去运转魂力，我助你突破修炼瓶颈。果然是天才地宝，我的魂力正在快速提升。雪女，你也借助寒冰玉髓稳固一下封印吧。哇！宇浩感悟这4具是精神力前所未有的凝聚。45、46，我的魂力升到47级了，提升太快了，来不及维持模拟魂技了。是韩玉芳，看来东二对那小子不一般呐。这小子真不把自己当外人。宇浩天神之海的封印又开启了2道，这样快速提升，我可以提前解开精神力封印了。糟糕，我的本源之力被唤醒了。剑哥，一老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停！我的封印松动了。是宇浩的房间。大哥，这股汹涌的魂兽气息是怎么回事？献祭，不是自爆。自爆，数十万年修为的魂兽自爆，才会有这等凶悍的气息。